汴京城里人人都知道，探花郎陆修远娶我只为银钱，他拿我当钱袋子，而我拿钱换官太太头衔。直到他的清高表妹进了府，莽撞地闯进我的书房，将我高价寻来的西域航海图裁成纸片，做成了108只纸船。我见那纸张发黄破旧，以为是不要的杂物，就想着拿来折写纸船，过几日为表哥放灯祈福。青青心灵手巧，此番辛苦都是为了我，不过是一张图罢了，你莫要再闹。神金丝，你疯了不成？探花郎，看来你还没弄清楚状况。这张西域航海图是我砸了30万两白银，折了沈家3个顶级护卫，才从海寇手里抢回来的。上面标注的是大燕尚未开辟的南洋商道，一旦通黄，每年能为我沈家带来不下500万两的纯利。你可知，他那108只破纸船，毁了我沈家更上一层楼的希望。你一句心灵手巧，就想抹平这每年500万两的账？陆修远，你的脸是不是太大了些？满口铜藏，人命在你眼里，难道就比不过那些金银吗？青青不懂你们商贾的这些算计，毁了海图也是无心之失，你何至于下此毒手，毁了他的手？你草菅人命，心性恶毒至极，我要休了你这个毒妇！休我？陆修远，你软饭吃久了，真当自己是个能翻云覆雨的人物了？宣统3年，陆修远中了举人，为了在鹿鸣宴上出风头，从沈氏钱庄支银5万两。宣统4年，陆老夫人要做寿，点名要城南别院的宅子，沈家出资8万两买下。今年你陆修远高中探花，花起银子来越发肆无忌惮，穿的是特拱的云雾修，喝的是1斤1两的明前茶，连你送给作诗的端砚都是我沈家出的钱。够了！你已经嫁入我陆家，你的钱便是陆家的钱。妻子伺候夫君，孝敬公婆，本就是天经地义。我的钱只能是我的。陆修远，到如今你还不知错？我何曾有错？沈金熙，你别仗着家世肆意欺压我！欺压？你花我沈家银钱，享我沈家福泽，也配说我欺压？夫妻本为一体，你出钱我受益，本就是理所应当，你何必揪着不放？金色，你何必如此咄咄逼人？我愿意给你花钱，是为了买你这身官皮，是为了给沈家的商队行方便。但你千不该万不该，纵容一个外人动我沈家安身立命的根基。彻底。事到如今，这场交易也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无功不受禄，拿我沈家巨额好处，就要守我沈家规矩，是你们先坏了规矩。来人，清账！奴才在，即刻清算。来人啊！
你们做什么？你们敢动我的东西！那些字画是我送给你充忍面的，端砚是我沈家库房里的藏品。既然不合作了，我自然要收回我的东西。反了！你们这些强盗，快放手！母亲！沈金丝，你这个黑了心肝的商户女，你敢这么折辱婆母，就不怕天打雷劈吗？老夫人，你头上戴的，身上穿的，包括你平日里用来打赏下人的金叶子，哪一样不是我沈金丝给的？吃我的喝我的，还想踩在我的头上立规矩？天打雷劈，那也该先劈你这等忘恩负义的老禽兽！阿古，通知下去，属下在。这宅子里所有属于沈家的东西全部带走，让账房的人给我清点仔细，少一个子儿，我拿他们试问。是，属下这就去。沈金英，你做的这么绝，真不怕我日后为官，让你沈家万劫不复吗？你知道我手上拿的是什么吗？这些啊，可都是你亲手按下指印的借条和暗账呢。你以为我沈家的钱是那么好拿的？只要我把这些账册交到大理寺，贿赂上官的罪名就板上钉钉。你陆修缘明天就会从探花郎变成囚犯，你们陆家上下都要发配边疆，流放3000里。祭司，我们夫妻3年，你何至于此啊？青青她只是个不懂事的弱女子，你废了她的手已经出了气了，为什么非要逼死我们全家？你也配跟我谈夫妻情分？拿着我的钱养着你的心头好，还要在我面前装出一副清高无尘的死样。天底下的好事，凭什么都让你陆修远占尽了？这座宅子也是我沈金熙的，被你们住过，我嫌脏，明日就派人把这座宅子卖了。现在带着你的老娘和那个残废表妹，给我滚！哟，这不是陆特花吗？平时出手阔绰，怎么今日像条丧家之犬似的被赶出来了？听说是纵容表妹毁了沈当家的宝贝，被扫地出门了。吃着软饭还敢养小妾，这陆特花也是活该呀！烦请通报，陆某有急事。实在抱歉，沈当家已经放了话，谁敢借你1分钱，或是收留你陆家1人，便是与大燕齐2家商行为敌。这浑水，我趟不起。主子，属下已遵照您的吩咐，传令全城商行，断绝陆家所有生路。这只是开始，我有的是法子，让他慢慢还债。
主子，陆修远去寻了户部的赵侍郎，赵侍郎似乎有意要插手此。赵侍郎，那个觊觎我沈家的老狗。陆修远以为只要找到靠山，就能用强权压死我这个商户。阿古，传信给南边的商队，把赵侍郎小舅子倒卖军粮的证据通过暗线递给御史大夫。既然他们想玩官场的手段，我就陪他们玩把大的。沈金丝，你以为有钱就能在汴京城只手遮天吗？这位是户部巡查司的林大人，有人举报你沈家库房内藏有违禁之物，今日我便要查封你这库房，将你这毒妇打入死牢。商贾终究是商贾，在皇权面前，你们不过是任人宰割的蝼蚁。查封我洞房，还要将我打入死牢。陆修远，我这库房可不是一个户部巡查司能动的。死到临头还敢嘴硬！林大人，此女冥顽不灵，快拿下！住手！是谁敢查封圣上的御用贡品？这怎么可能？高公公！参见高公公。咱家方才在宫里就听见有人说，有人把圣上的东西给封了，原来是你呀！下官参见公公。咱家方才在宫里就听见有人说，有人把圣上的东西给封了。原来是你呀！下官参见公公。咱家伺候圣上30年，查抄皇商的见过，查抄贪官的见过，敢查抄御用仓库的，倒是头一回见。探花郎，林大人，连圣上的东西都敢查！公公恕罪，公公恕罪。恕罪！这里面存放的是贡品，是御赐之物，也是圣上亲命沈家代为保管的东西。大人明鉴，下官若是知道这里存放的是御用之物，就是给下官100个胆子，下官也不敢贴封条啊！林大人，下官在。你是户部的人，向来只管钱粮税收，这大燕朝的规矩，咱家还是懂几分的。按理说，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带这么多官差大张旗鼓跑来封沈家的仓库吧？这背后该有人告诉你些什么，或是给了你什么确凿的消息。陆修远，你这个丧门星，你这是要拉着老子一起死啊！公公，这是误会。沈金氏不过是个商户，他一个商户而已，
这库房里的东西不过是他用来赚钱的私物，怎么可能是圣上的东西？公公，商户，陆探花，你口中的商贾可比你这个探花郎有用的多。3年前，北境战事吃紧，国库空虚，军饷迟迟发不下去，是沈当家一口气拿出2000万两白银，这才保住了边关数十万将士的命。还有，南阳商道是沈当家亲自打通的。这一库房珍稀香料，全是沈当家远赴南阳购回，准备进献圣上的贡品。还有那份海图，可不是什么普通的海图。那是沈当家献给朝廷的航海图，关乎大周未来100年国运。可你那个好表妹，竟敢把海图折成108只纸船！可你那个好表妹，竟敢把海图折成108只纸船！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陆探花，你表妹毁掉了那张关乎国运的海图时，你说那不过是一张破纸，连进献圣上的贡品库房，你也敢带人查封？咱家伺候圣上30年，还是头一遭见着胆子这么大的人。探花郎林大人，你们户部好大的官威啊，连圣上的御用之物都敢贴封子。你们是不是还想把这些御用之物拉回家去，私自享用啊？公公明鉴，下官是被这陆修远蒙蔽了，是他蛊惑下官，谎称沈家私藏违禁之物，下官绝不知这是存放御用之物的仓库啊！沈金池，是你，都是你设计我，你早就挖好了坑等我往下跳。不说那海图是要献给圣上的，你故意藏着掖着，还诱导我带人查封库房，你这种毒妇就该下地狱！陆修远，坑是你自己挖的，也是你自己跳。我若什么都提前告诉你，还怎么看清你和你那表妹到底有多蠢，又有多贪？这3年来，我自问沈家从未亏待过陆家一分一毫，我给过你机会，不止一次。陆修远，我警告你，让你那表妹离我远点，动我的东西，你赔不起。不过一介商女，也敢在此教训本官？青青喜欢，便拿去折纸船。这图纸发黄陈旧，改日表哥送你更好的。是你自己放不下那点可怜的自尊，非要借着赵侍郎的事来踩死我，来断我沈家的根。既然你如此喜欢自寻死路，那我便大发慈悲，送你一程。高公公，沈当家，您有何吩咐？人证物证俱在，这几个乱臣贼子意图损毁国运，私封玉库。沈当家放心。来人，全部拿下！遵命。沈金氏，沈金氏，你不得好死！你这个毒妇！
呸！还探花郎呢，竟然敢动圣上的东西，真是贪了心了。平日里瞧这人模狗样，背地里竟是这种货色，沈当家真是瞎了眼才嫁给他。陆修远，咱们完了，这回是真的彻底完了。你闭嘴！赵大人绝不会坐视不管，我为他筹谋多年，他若不救我，他也别想脱身，他一定会救我的。赵大人，赵大人救我！学生是冤枉的，学生全是按大人的意思办的呀！大人，您快替学生向公公解释。混账东西，死到临头还敢信口雌黄！本官何时让你去查封蓟县圣上的贡品库房？本官只是让你例行公事，你竟敢胆大包天，借机勒索沈家，坏我朝廷大事！大人，你明白？如今东窗事发，你为求保命，竟还敢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攀咬本官，简直丧心病狂！统领，此等目无法纪的狂徒，理应严惩，莫要让他再胡言乱语，污了圣庭。赵大人，赵大人，你不能丢下我！带走。你是来看我笑话的？我是来通知你一声，赵侍郎倒了。他小舅子倒卖军粮的铁证被我递了上去，圣上顺水推舟，将他全家下了大狱。你指望的靠山，现在就关在你的隔壁。沈金熙，你一个满身铜臭的女人，凭什么能将朝堂命官玩弄于股掌之中？我寒窗苦读10年才拼来的探花功名，就因为弄坏了你一张图，你就要我死？我不甘心！寒窗苦读10年，陆修远，你是不是真的以为你是靠真才实学考上的探花？你什么意思？你确实有才，可也就那么一点了。文章词草华丽，却空洞无物。3个月前的会试，原本得个2甲都够呛，能一步登天成了探花，不过是因为那时下南洋的船队已经到港，圣上为了拉拢沈家，给了我一个体面。不可能！你骗我！我是凭自己本事考上的！你胡说！你其实心里很清楚，只是你不敢承认。你一边花着我的钱，一边又嫌弃我的出身。你抬举那个只会做酸诗的叶青青，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你一直端着夫君的架子，自诩清高孤傲，凌驾于我之上。可你心里最清楚，从头到尾是我沈家倾尽财力人脉为你铺路立身，将你捧上云端，为我的门户添饰体面。我真心待你，与你无上荣光，锦绣前程，让你摆脱寒门桎梏，立足朝堂，风光无限。可你不知珍惜，不懂感恩，反而心存偏见，背道而驰，肆意消耗我的包容，甚至处处算计反噬，亲手毁掉我苦心经营的一切，妄图撼动我的根基。我能亲手将你托举至巅峰，自然也能亲手收回所有馈赠。你执意执迷不悟，步步相逼，亲手斩断自己的所有退路。如今的结局从来不是我刻薄，全是你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不，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沈金丝，你好狠的心！
罪臣陆修远品行不端，心思歹毒，罔顾律法，判囚后问斩，即刻收监待命。主子，陆老夫人和叶青青如今在城南的乞丐窝里，要不要属下派人去？别脏了我们的手，把他们的下落透给城南的地痞，顺便告诉那些被陆修远得罪过的人，就说陆家那2位现在可是没人护着的，有些事不需要自己动手，阶级的落差和生存的残酷，足以将他们活活剥去一层皮。小姐，陆家倒台之后，他们俩无家可归，就一直流落在这里。以前陆修远当官的时候，得罪了不少读书人和生意人，现在陆家垮了，那些人没一个愿意伸手帮他们，压根没人管他们的死活。老夫人，我都2天没吃东西了，饿得快站不住了。就这么一口吃的，你还死死攥着不肯松手。我们现在都落难了，就剩彼此能依靠。你至于这么自私，眼睁睁让我饿死吗？我自私，你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当初是不是你天天怂恿修远乱动人家沈家的航海图纸？那不仅是沈家的心血，更是我们陆家的前程。就是因为你任性胡闹，修远才会坐牢，我们陆家才会被抄家，落得无家可归、吃不饱饭的下场。以前我们家风光的时候，我亏待过你吗？好吃好穿的供着你，把你当贵客一样捧着。现在闯了大祸，落念了，你不知悔改就算了，还跟我抢一口吃的，你对得起我们陆家以前对你的好吗？你别把所有锅都甩我身上，当初是陆修远自己没主见，犹犹豫豫的。他要是立场坚定，插罗的海，我再怎么劝都没用。我在陆家待了这么多年，一心一意跟着他，从来没做错什么。现在落难受苦的不止你一个，我也一无所有，四处流浪。凭什么所有错都算在我头上？都是你！若不是你当初一意孤行，我们何至于此？怪我！要不是你自作聪明，能落到这个下场。主子，要走吗？走吧。这世上最大的恐刑，不是一刀杀了他们，而是让他们带着满身的伤痛与恶疾，在这泥潭里互相撕咬，一日日熬尽最后一滴血，长命百岁的烂在最底层。你不知道吗？今日是户部赵侍郎一党与探花郎陆修远秋后问斩之日。主子，陆修远那边有动静了。陆修远不过是个上不得台面的跳梁小丑，借着他的事拔掉赵侍郎，才是我真正的目的。户部那帮老东西卡着我沈家出海的批文足足半年，就是为了逼我低头给他们送钱。赵侍郎一死，户部尚书那个老狐狸该坐不住了吧？主子料事如神，暗线传来消息，户部尚书钱大人昨夜密会了二皇子。今日早朝，二皇子便向圣上盛言，说沈家富可敌国，南阳商道干系重大，不可由一介商贾女子独掌，理会收归户部统管。收归户部，说的冠冕堂皇，不过是想明抢我沈家5代人打拼下来的基业罢了。皇权在上，
商贾在下。在那些天藤贵胄眼里，我沈金枝不过是个养肥了的钱袋子。他们贪欲作祟时，我就是待宰的肥猪。他们以为我沈家会怕了他们，乖乖把南阳商道拱手相让。走，回府，备下一份厚礼，明日我亲自进宫面圣。沈当家，听闻你昨日去菜市口观斩了，那陆修远好歹与你做过3年夫妻，你倒是狠得下心。回圣上，民妇心中只认大燕律法王法，不认私人夫妻情分。陆修远勾结朋党，妄图祸乱朝纲，是实打实的乱臣贼子，死有余辜。民妇前往观斩，并非心狠，而是感欠圣上雷霆手段，肃清朝堂毒牛，还朝野一片清明。你倒是个通透懂事的明白人。南阳商道重启一事，你沈家鼎力出资2000万两白银充盈国库，确实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朕向来赏罚分明，从不薄待有功之人。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民妇别无他求，只求圣上开恩，赐下那道被户部压了半年的出海批文，准许沈家商船早日整装开拔，重启南阳商道，继续为朝廷增收，为圣上分忧。出海通商牵扯关税，海防多方利益，头绪极多。户部压下你的批文，并非刻意为难，只是朝廷审慎，不愿冒一丝风险罢了。沈当家，你的本事朕清楚，大燕72商行，你沈家独占40%，财力滔天。可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一家独大太过扎眼，于你于朝堂都非好事。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懂。圣上明鉴，沈家世代行商，向来安分守己，微规纳税，从无半分逾矩之举。此番国库减缺，沈家倾尽2000万两白银补绝，只为报效朝廷，绝无半分恃才跋扈之心。二皇子昨日入宫请旨，直言倾慕你许久，数次恳请朕赐婚成全。你虽为和离商港之身，但念你捐银有功，朕破格抬举，赐你入二皇子府为侧妃，已是天大恩典。入南阳商道，沈家协弄互包产业，入府得皇室依靠，替你稳住一切，这是最好的结局。多谢圣神体恤。只是沈家产业运转100年，规制成熟，民妇足以全权直感，无需外人插手代管。好一个依靠，好一个图穷匕现。以赐婚为名，禁锢人身自由，摘除沈家家主实权，借二皇子之手，名正言顺接管沈家全务产业与南阳根基。帝王意图彻底掏空，吞并沈家几代人打拼的心血基业，斩断沈家商业根基。民妇感逆圣恩，但这桩婚事，民妇绝不从命。放肆！沈金师，你好大的胆子！圣上息怒，
民妇并非有意忤逆皇权，抗拒圣旨。今日抗旨，是为保全大燕江山，为守住圣上的万里社稷。哼哼，简直荒谬！一个终日逐利满身铜臭的商贾，也配在朕面前妄谈江山社稷、国运英衰，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朕执掌大燕数十年，朝堂稳固边防安定，国库充盈，岂是你一介商士能够肆意揣测？朕今日便杀了你，抄没沈家全部家产，除却你这恃才骄作的隐患。朕倒要看看，没了你沈家，没了你沈金丝，朕的大燕江山是否真会动荡？这天下终究是朕的天下，轮不到一介商贾要挟。圣上当真以为沈家只是区区敛财的商贾富户？圣上可细细回想，近2年来，国库屡次空虚，朝堂数次捉襟见肘。眼下江南正值水患收尾的关键期，一旦资金断裂，工程会全线停工。汛期未过，河堤不稳，大水必将泛滥绝地，到时候良田被淹，屋舍尽毁，百万受灾百将会流离失所，无家可归，流民四起，祸乱江南。你一派胡言！朝廷军需、地方水利皆是国之重事，向来由国库专款专项拨付，有朝廷体制斗底，何时需要仰仗你一介商妇之称？你休要危言耸听，借机要挟朕。圣上大可即刻命人调取近3年国库账本，一查便知真伪。此前为支撑南洋商道开辟，填补国库巨额亏空，我沈家钱庄在全国合法发行300万两商票，盘活全国商贸流转，更是替朝廷稳住了民间经济秩序。西北9边军阵地势苦寒，数十万边关将士过冬的粮草御寒棉衣，连年国库空虚，朝廷根本无力按时的夫妇。去年江南特大水患，灾情惨重，国库空空如也，分毫银可用于救灾修堤。这2年全是沈家钱庄先垫资供给，才稳住边防军心，让边关无战乱之危。是户部尚书亲自登门，恳请沈家孝助，立下官方欠条，从沈家钱庄接借800万两白银，才得以抢修河堤，安置灾民，稳住江南灾情。这些欠条如今还静静躺在户部库房之中，铁证如山。圣上心里清楚，我是沈氏唯一合法家主，手握钱庄所有核心印金、账密与调度权限，无人可以替代，无人可以接手。我若今日死在这御书房，沈家所有官商印记即刻作废，全国72家沈家分号会同步闭门罢市，停止一切存兑，溜转运作，无人能够补救。届时全国数十位手持沈家商票的商贾、寻常百姓手里的票据瞬间作废，无处兑换半分现银，积攒已久的民怨、商怨会瞬间爆发，立刻引发举国范围的挤兑狂潮，民间商贸彻底崩盘。不用外敌来犯，大燕的商贸脉络、财政根基会瞬间彻底瘫痪，国库欠下沈家的巨额欠条也会变成一堆无人承认的废纸，天下大乱只在顷刻之间。这就是我沈金书敢直面皇权、硬刚圣旨的底气。二皇子一心想要吞并沈家产业，抢占南洋商道，户部尚书贪图沈家财富，二人只看得见我沈家堆积如山的金银财宝，只想着夺权吞产，杀猪取利，坐享其成。可惜他们眼界狭隘，鼠目寸光，永远看不懂沈家钱财的背后死死牵着的是整个大燕的国运命脉、江山安稳。他们都以为我是任人宰割的肥猪，只想抢下我的家产立功，讨好圣上，却不知我这头世人眼中待宰的肥猪身上早早绑好了能炸碎整个大燕帝国的水药。谁敢动我沈家，谁就是动大燕的根基。沈金丝，你竟敢公然要挟朕，仗着手中些许财力，就敢在朕的御书房内事事逼宫，你好大的胆子！民妇不敢威胁圣上，只是如实陈述利弊事实。你笑什么？沈金熙，你真当朕不敢杀你？民妇不敢，民妇只是忽然想明白了，为何户部尚书和二皇子会如此心急火燎，甚至不惜在圣上面前搬弄是非。他们想要的从来不是沈家，而是沈家背后的能量。可惜这东西他们拿不走，即便圣上把沈家的印信全部交给他们
他们也拿不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若要拿，这天下还有拿不走的东西？沈家在大燕境内的72家分铺大掌柜，是跟着我祖父被杀出来的老臣。那300余名顶尖账房先生只认沈家，还有那27支能出没于惊涛骇浪的远洋船队，以及上万名只吃沈家饭的伙计。这些人认的是沈家5代人的信义，认的是我沈金赐这个家主。他们不认二皇子，更不认那个只会算计官员俸禄的户部。民妇今日若死，圣上信不信明日大燕72家分号就会同时关门？不是因为没有银子，而是这大燕天下再也没人敢替朝廷开这道门。边军的粮饷会瞬间断绝，河工的银子会立刻停发，沈家的商票将成为废纸。圣上当然能杀我，圣上是这天下的主。可民女斗胆问一句，圣上，您敢不敢拿大燕的国境来赌？赌户部那帮只会中饱私囊的酒囊饭太，能不能接住沈家这张泼天的大盘子？放肆！沈金狮，你简直是胆大包天！陛下息怒，陛下保重龙体。沈金狮，你真以为朕不敢杀你？你竟敢在朕面前赤裸裸的威胁朕！朕最后再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只要你接过这道赐婚圣旨，入二皇子府做侧妃，今日你的这些忤逆之言，朕全当你是失了智，既往不咎。圣上，民妇若今日贪生接了这旨意，沈家就真的没了。民妇这颗脑袋，圣上若想要，随时可以拿去。民妇不怕死。圣上，民妇今日不为一死说出这些，不是为了保全沈家，而是为了保全圣上的大燕江山。好大的后口！沈家倒了，大燕就亡了。哼！户部尚书与二皇子只看见了沈家明面上的金山银山，可他们贪心蒙眼，根本看不见那后面是边军的几十万口粮，是江南百万百姓的合公款，是大燕朝廷立足天下的最后一点信用。他们想借圣上的这把杀人的刀，去吞了沈家，肥了他们自己的私囊。可他们根本不在乎。在吞掉沈家导致钱庄崩盘后，这大燕还会变成什么样？如此目光短浅，如此利令熏昏，如此贪婪无度。圣上，他们才是大燕真正的乱臣贼。圣上，民妇在这里斗胆向您立下军令状，只要圣上赐下那道压了半年的出海批文，让沈家的商队顺利开拔南洋。民妇向圣上保证，从明年起，沈家每年上交内库的红利，在原有的基础上再加2成。沈家在大燕不仅是圣上的钱袋子，有沈家在，圣上手中就握着一把能稳定国库、死死压制户部那些结党营私老狐狸的绝世利刃。此时此刻，圣上面前只有2条路，要么今日杀了民妇，抄了沈家，却引爆整个大燕的经济乱象，让二皇子和户部尚书趁乱扩充羽翼，架空圣厅；要么留下我，让沈家像一条永不干涸的河流，继续为圣上源源不断的创造富可敌国的财富。沈金姿，你果然是个可怕的女人。陆修渠死在你手里，不冤。沈金丝，朕当真是小看了你。既然你把大燕的国运都搬了出来，朕
便如了你的愿，南阳商道朕不收了，赐婚给二皇子的事也当朕没提了。至于你心心念念的那道出海批文，朕准了，现在就可以交给你。民妇叩谢圣上隆恩。沈当家，朕退了3步，那你是不是也该拿点东西出来，让朕安安心？圣上但请吩咐，只要沈家有的，绝不敢私藏。朕要你审视钱庄那本从未见光的密账。朝中百官6部9经皇子宗室，甚至这后宫里的嫔妃，朕要他们这10年来在沈氏钱庄里所有真实往来，每一分银子的留下。圣上，并非民妇贪恋权柄，而是这本密账。账册一旦呈上御案，沈家便会成为这满朝文武的公敌。这么说来，这些年他们是因为这本账才一直在怕你。沈金丝，你是不是在这算盘堆里待久了，连这天下的规矩都忘了？他们怕你是因为账在你手里，可你忘了，朕才是这天下真正该让他们感到恐惧的人。你替朕挣钱，朕自然会挡下这满朝文武的明枪暗箭。从今以后，有朕在，沈家便能长盛不衰。可若你觉得这密账比你的命还重，甚至不惜对朕识抬举，那朕大可以换一个更听话的人，来替朕执掌这大燕的商业。枉我几番周旋，竟一早便落入圈套。什么商道、赐婚，不过是帝王玩弄人心的手段。他真正想要的，从来都是那本能拿捏整个朝堂的密账。只是那沈家密账事关重大，家父在世时唯恐招祸，将其分为天、地、人3册，分别存放于3处不同的绝密之地。请圣上宽限民妇3日，容民妇亲自去这3处取回并整理妥当。3日之后，定将3册密账双手奉于御前。好，朕就给你这3天时间。沈金丝，你给朕记住了，这天下还没人能跟朕耍完花样后全身而退。民妇万死不敢。退下吧。民妇遵旨。
沈当家。您万事保重。多谢。主子，你受伤了。是那狗皇帝做的，属下这就进宫。闭嘴，进屋再说。主子，忍着点儿。阿古，我是不是样子很狼狈？在属下眼主子永远是那个在惊涛骇浪里撑起沈家的神，谁敢折辱您，属下便剐了谁。那狗皇帝想要沈家的命根子，他要沈氏钱庄这10年来所有……他这是要拿沈家当垫脚石，去杀尽天下百官。既然他想要，我就给他，但我沈金熙的底牌从不白送。传我的令，立刻召集钱庄所有大掌柜，连夜核对天地人3册密账，一丝一毫都不能错。属下这就去办。传信给京城所有的暗网和茶楼，我要你在最短的时间内把皇帝所缴密账欲清算满朝文武的消息传出去。主子的意思是打草惊蛇？不错。狗皇帝想要沈家的底牌，我就给他。但我沈金熙的东西从来没那么好拿。我不只要给，还要让满朝文武都知道沈金丝手里握着他们的命脉。而现在，这把悬在他们头顶的刀即将落入皇帝手中。哼！我要让他们恐慌，让他们自顾不暇，逼得这群老狐狸不得不联起手来，去对付那个想要把他们赶尽杀绝的皇帝。属下领命。为了您，哪怕是这大燕的天下，我也能替您撕成碎片。老爷，所有沈家往来的旧账书信都烧干净了。没用了，晚了。沈金丝只要把那本密账一交，咱们全是等死的人。快，送出去，送到城外庄子里，全部送出去！接下来的3天，汴京城风起云涌，整个官场仿佛被投入了一块万斤巨石，激起千层巨浪。那把悬在头顶多年的铡刀，这一次是真的要落下来了。主子，成了。狗皇帝以为他拿到了制衡百官的利器，以后能稳坐钓鱼台。难道那账寸？账是真的，但刀也是真的。主子，出海批文，
户部压了半年的出海批文，圣上刚命人快马送到了。传令下去，南洋商道的27支船队即刻扬帆，这一路大开绿灯。我要在半年内看到南洋所有的香料信京。是。主子，这是今天早上收到的。工部尚书送了一对汉玉辟邪，吏部侍郎送了一株1人高的红珊瑚。主子，门外礼部的人还没走，说是想请您拨大见一面，想跟您叙叙旧。叙旧？以前沈家求爷告脑袋进不去他们的门，现在倒是想跟我叙旧了。他们哪是叙旧，是听说密帐进了宫，一个个魂都吓没了，都在打听自己的名字是不是写在前面。礼全部照单全收，记清楚了。那口风呢？要是他们问起账册的内容，汴京城里人人都知道，探花郎陆修远娶我只为银钱，就让他们猜。兵部侍郎，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拖下去，革职查办，全家抄没。陛下，臣是冤枉的，那是沈家在诬陷臣啊！陛下，流放3000里，家产归国库。这一日变天了。密帐入宫后，朝堂之上血雨腥风，罢免、流放、抄家成了汴宫城每日的家常便饭。短短数日，大燕官场人人自危，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像悬着一根无形的勒绳。再这么杀下去，明天就轮到你我了。那密账上记得清清楚楚，咱们根本赖不掉。圣上现在是想借这本账杀光咱们这些老臣啊！账在圣上手里，咱们动不了。可这账是谁交出去的？暗杀、投毒、纵火，针对沈家的手段层出不穷。那些被逼到绝路的野兽不敢去恨高高在上的帝王，便把满腔的怨恨与恐惧全都倾泻在沈家。阿姑，主子放心，属下命硬，死不了。今晚又是哪一家的手笔？分不清，今晚来了3波，刺客、死士，还有一波想直接放火同归于尽。主子，不能再等了。我知道，狗皇帝这是在拿我当靶子，他把密账攥在手里杀人，却要用我沈金氏的命去吸引百官的仇恨。他在宫里稳坐钓鱼台，看着我们沈家在火上烤。主子，那些老东西已经疯了，咱们若是再坐以待毙，沈家死士怕是也要折损光了。咱们要撤吗？撤？为什么要撤？他们越是疯狂，
就说明他们越是害怕。阿古，准备一下，我要让这把火烧得再旺一些。主子的意思是，旺到连皇帝自己都压不住这满朝的邪火。这些年为了买个平安，背地里送钱进沈家钱庄的那些大人们，兵部侍郎、礼部尚书、工部左侍郎，他们以为那3册密账进了宫就万事大吉了。其实最有意思的东西，我从来没写上给皇帝的那本账里。主子是想拿这些去威胁他们？不，威胁太低级，我要你放消息出去，告诉兵部的人，礼部尚书为了自保，已经秘密向皇帝呈了复册，要拿兵部的脑袋换他全家的命。再告诉礼部、工部正准备联名检举他们沈家往来的所有账目，顺便让工部也知道，兵部早就把他们卖了个干净。礼部那个老狐狸，他竟然敢卖了我裘荣！混账！兵部这群傻才，居然想拿我顶罪！先下手为强。既然他们想让老子死，那谁也别想活。陛下，臣要参礼部尚书结党营私，吞没赈灾款。陛下，兵部侍郎才是真正的国贼，他私自动卖军械，证据就在沈家帐下。够了，给朕住口！废物，统统都是一群废物！前几日还同气连枝，怎么今日突然就开始互相咬起来了？他们难道不怕朕手里那本密账吗？陛下，这些消息传得太快太准，简直像是有人故意往火堆里扔了硫磺。会不会是沈家？主子，成了！今日早朝，那帮老狐狸在金轮殿上咬成一团，狗皇上气得当场离席。哼，这才刚开始。主子，汴京城彻底乱了，暗网传回死命令，二皇子今夜已在城外秘密会见了京畿大营的统领，对方似乎已经倒戈，随时准备调动兵马。终于按耐不住了吗？也对，狗皇帝把刀架在他们脖子上这么久，换作是谁都会发疯。主子，咱们要不要趁乱？不急，火还不够大。把这个消息设法透给大皇子。大皇子，告诉他，二皇子意图谋反，兵马已动。他若想争那把椅子，今晚就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的机会。哼，大皇子与二皇子斗了这么多年，这种痛打落水狗的机会，他绝对会倾尽所有。去吧，让他们兄弟俩好好叙叙旧。是。终于开始了。打起来了！城外真的打起来了！快，把府里的银票和细软都装车，从后门走！去二皇子府会合。二皇子，今夜是大富大贵还是灭门绝路？全看这一遭了！
方林影有鬼！陛下，二皇子借着巡防之名，暗中调集的京畿兵马已经出城了。逆子，畜生！他这是要造朕的反吗？陛下，大皇子领着神策营已经在城外截住了二皇子。老大也调兵了，他又是从哪儿得的消息？有埋伏！反击！快反！反击！陛下，守不住了！二皇子和大皇子的兵马已经攻破外城，合围皇城而来了。沈金刺，快去把沈金刺给朕叫来，告诉他，只要他能招兵买马入京救驾，朕封他做大燕唯一的一姓王。快去，快去啊！是，郎中这就去，郎中这就去。沈当家，沈当家！主子，咱们真的要彻底离开大燕了吗？不然呢？留下来给那个贪婪而愚蠢的皇帝陪葬。大燕的根已经烂透了，这万里海疆才是以后我沈金丝的世界。